今天我们将一起深入解读世界黄金协会9月15日发布的最新每周市场监测报告。本周报告的标题非常有趣，叫做剪刀手爱德华之美联储版。这个标题已经为我们定下了基调，市场的全部焦点都集中在美联储即将到来的降息动作之上。本周的核心观点就是，尽管经济数据好坏参半，但对美联储降息的预期正在不断升温，这不仅推动了黄金连续第4周上涨，也深刻地影响着全球各类资产的表现。现在我们就一页一页的来解读这份详细的报告。大家好，欢迎来到浩投资的频道，我是孙浩。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报告的第2页右上角的关键图表，它展示了 COMEX 黄金价格与货币基金经理净多头头寸的关系。紫色的区域代表基金经理持有的净多头头寸，也就是看涨黄金的合约数量，单位是吨。黄色曲线是 COMEX 的黄金价格。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基金经理的净多头头寸在过去几个月持续增加，为金价的上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报告提到，黄金 ETF 投资者是过去几个月的主要推手，而现在 COMEX 的投机者似乎还有加仓的空间。报告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如果美联储的政策重心从抑制通胀转为刺激增长，这会不会成为引爆 COMEX 投资热情，推动金价进一步上涨的火花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本页下方多资产表现条形图。这张图表非常直观地展示了上周和年初至今各类资产的表现。蓝色的柱子代表上周的百分比变化，绿色的柱子代表年初至今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黄金上周上涨了 1.6%， 年初至今的涨幅更是高达惊人的 39.9%， 表现非常亮眼。白银的表现甚至更胜一筹，年初至今的涨幅高达 46%。 相比之下，美元和石油年初至今是下跌的。在权益市场，纳斯达克和标普500指数年初至今也有1%以上的涨幅。最右侧的比特币年初至今上涨 24.1%。 这个图表告诉我们，在2025年，黄金和白银是当之无愧的明星资产。现在我们来看第3页，这里更深入地探讨了黄金市场。左上角的总结部分，黄金价格上周上涨 1.6%， 收于3651美元每盎司，实现了连续第4周的攀升。年初至今的涨幅更是接近 40%。推动金价上涨的主要动力是地缘政治风险以及市场对本周美联储降息的强烈预期。我们来看本页右上角的2个图表，标题是黄金市场头寸的周度变化。第一个图表是全球黄金 ETF 的需求。我们可以看到，代表本周数据的深蓝色条显示，全球黄金 ETF 在所有区域都出现了净流入，尤其是在北美和欧洲。这说明投资者正在通过 ETF 积极增持黄金。第二个图表是 COMEX 和上海期货交易所的净多头头寸。无论是 COMEX 的基金经理，还是上海期货交易所的前20名会员，他们的净多头头寸都出现了增长。这表明专业投资者和投机者对于黄金的看涨情绪非常一致。再往下看期权市场的变化，无论是黄金 ETF 的期权还是期货期权，它们的净名义 Delta 值都在增加，这通常意味着市场对黄金的看涨压注在增强。最后看一下本页的左下角，报告预测美联储本周降息25个点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同时报告还提醒我们一个关注的变量，特朗普周日的言论，他期望一个大幅降息，这给市场带来一丝悬念。报告回顾了过去3次降息周期的历史，指出他们都带来了强劲的黄金表现，因为这些降息都是为了支持经济增长。因此我们需要密切关注美联储在新闻发布会上的措辞。如果他们确认劳动力市场健康优于通胀，
那么本轮降息周期可能会加速，从而进一步点燃黄金的牛市行情。接下来我们来看第6页纯粹的技术分析，对于交易者来说至关重要。图表是黄金现货的周线图，报告指出，黄金价格在完成了一个被称作为三角形的延续形态之后，正在强劲的向上突破。目前金价正在测试一个关键的斐波那契投射的阻力位，大约是在3664到3676美元之间。虽然短期内可能会在这里稍作停顿，但报告认为上升趋势依然强劲。值得注意的是，相对强弱指标虽然处于高位，但并未发出枯竭的信号。加上美元预期走弱，报告判断金价很有可能在不久突破当前的阻力位，下一个目标将是3700美元，甚至可能触及趋势通道上沿的3822美元和三角形形态的技术目标价位3840美元。在图表的右侧有一个非常实用的阻力位和支撑位的表格，这些价位对于我们设置交易的止盈和止损点非常具有参考价值。我们再来看一下第7页的综合数据图表，它提供了非常丰富的量化视角。我们重点关注黄金这一行，它的周度 Z 分数是 0.32， 这是温和的正值，表明上周的涨幅在正常波动范围之内。黄金的净多头头寸占未平仓合约的比例为 20%， 低于前周的 22%， 这可能意味着一些多头获利了结，但整体看涨的情绪依然是存在的。黄金的52周 Z 分数为负 0.5， 处于历史区间的偏低位置，这再次印证了前面提及到的观点，投机者还有进一步加仓的空间。基于当前的市场状况，模型预测未来4周和12周金价收于当前水平之上的概率分别为 60% 和 62%， 这是一个相当乐观的信号。接下来第10页展示出 COMEX 的持仓情况，紫色部分是基金经理的净多头，蓝色部分代表其他投机者的净多头，黄线是金价。截至9月2号的数据显示，基金经理的净多头为 525.22 吨，其他净多头为 235.05 吨，总净多头达到 760.27 吨。这个图表直观地显示出，随着金价的上涨，净多头头寸也在稳步上升，但距离历史高点仍有巨大的距离。我们继续看第11页 GRAM 专业模型，它将黄金的周度回报分解为不同的驱动因素。我们来看最右侧，也就是截至9月12号这一周的数据，当周黄金的实际回报是 1.56%， 而模型给出的分解是机会成本，也就是外汇贡献 0.61%， 经济扩张贡献 0.28%， 而风险与不确定性、机会成本、利率方面和动量因素则是负的贡献。模型计算的总回报是负 0.47， 与实际回报 1.56% 之间存在一个 2.03% 的残差，这说明当周金价的强势上涨有很大一部分是模型无法解释的因素驱动的，这可能就是我们前面反复提到的对美联储降息的极度乐观的预期。为了更好地理解黄金的核心驱动力，我们来看第12页和第13页。第12页分析的是美元指数的月线图，报告的技术观点非常明确，美元指数在年初形成了一个重要的顶部形态之后，目前正处于下跌的趋势当中。尽管近期有所盘整，但这只是下跌途中的暂时停顿。报告认为，美元指数最终将重新测试其自2011年以来形成的长期上升趋势线，大约在 96.83 这个位置。如果跌破这里，将确认一个主要的熊市格局。美元的疲软对于以美元计价的黄金来说是一个非常直接的利好因素。
第13页则是另外一个关键的驱动因素，10年期美国实际收益率的周线图。我们知道，实际收益率是持有黄金这种无息资产的机会成本，它们之间通常呈现负相关。图表显示，10年期实际收益率已经回落到 1.61% 至 1.59% 这个关键的长期支撑区间。报告认为，如果这一个支撑被突破，将标志着一个重要的收益率顶部已经形成。下一个支撑位要看到 1.12% 甚至 1.02%， 实际收益率下行趋势一旦确立，将为黄金提供强有力的上行支撑。第15页的表格为我们总结了主要资产的关键技术数据。黄金的9周 RSI 达到 76.39%， 白银更是高达 80.02%。这两个数值都用红色标出，表示进入了超买区域。对于新手朋友来说，超买通常被认为是回调的信号，但是在强劲的牛市趋势中，资产价格可以在超买区间停留很长的时间。因此，这里更多是一个提醒，告诉我们现在市场情绪非常高涨，需要警惕短期波动的风险，但不应将其视为反转的信号。我们再来看第16页，这张图表非常有趣。右侧的散点图展示出主要经济体在增长和通胀两个维度上的数据意外情况。横轴是增长的意外，越往右代表增长数据比预期好；纵轴是通胀意外，越往上代表着通胀数据比预期高。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和美国都处在左下方的 slow down 象限，意味着他们的增长和通胀数据都低于预期，这正是支持美联储降息和中国采取刺激政策的宏观背景。而日本和欧元区则处在右上方的 reflation 象限，通胀和增长都略好于预期。我们快速浏览一下第17页到第20页的数据，它们深入地提供了市场的流动性和资金流向的信息。第17页的详细表格，它将持仓分为了生产者、掉期交易商、基金经理和其他4大类。我们可以看到，基金经理是净多头的主力。第18页显示的是，截至到9月12日这一周之内，全球黄金 ETF 净流入 15.3 吨。第19页则显示，自年初以来，全球黄金 ETF 总共净流入达到惊人的 525.5 吨。第20页的表格则显示出全球黄金市场的流动性状况。8月份全球黄金日均交易额为 2897.3 亿美元，其中场外交易市场是绝对的主力，其次是 COMEX 期货市场。这些数据都描绘了一个交易活跃、资金持续流入的健康牛市的景象。接下来这周，市场的聚焦将全部集中在美联储的利率决议和会后的声明上。我们需要注意的是降息的幅度，以及鲍威尔主席对未来经济和政策路径的看法。任何比预期更加鸽派的信号都可能成为黄金价格突破新高的催化剂。希望这次的深度解读可以帮助您更好地理解当前黄金市场的动态。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别忘了订阅、点赞我们的频道，打开提醒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每周的市场分析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再见。